上一期索尼照亮了你的夜晚，并掏空了你的钱包。Tesla 给出金雅音管7分，来自微博的546位网友给出平均分6.4分。索尼金雅音管原价4990元，趴出4403块7毛，回血88.25%，暂列啪啪回血榜第22位。本期我们来聊聊上一期节目结尾的预告到底是个啥意思。今年夏天，我们在第256期中体验了索尼电子纸，那个时候我们就体会到了大号电子墨水屏的独特与昂贵。之后我就找到了这货，掌阅 iReader Smart， 这边是6000多的 A4 纸，而这一边是3499的 A5 本子。从保护套中拿出这本子，手感很轻，单手握持不会累。果然，白色的机身才是最适合电子墨水屏的，真是一个大别致。所以这个官方的保护套实在是忒丑了，不建议购买。作为一个 A5 笔记本，我发现 iReader Smart 有几个很有意思的点。首先是这支笔，手感很舒服，很轻也很好握持，以及不用充电。对的，不用充电，是的，不用充电，一个字，很爽。当然还是要更换笔头，反转过来就是橡皮擦，用点劲按下去才能擦除。用这支笔擦除过程很好玩，简单来说就2个字，跟真的一样。在书写时直接把笔转过来就可以擦除，一点点的擦除。当然你也可以去选择范围擦除，这个时候得用笔尖画个圈儿，或者反过来也是一样的。索尼电子纸则是按住手写笔的下按钮擦除整条笔记，这一点与 iPad 在备忘录中的擦除逻辑类似。当然第三方爱啪啪，例如 GoodNote 的擦除逻辑则可以选择轨迹擦除或者笔记擦除。使用 iReader Smart 写到一半发现写错了，虽然可以直接倒过来擦，方便又自然，但是容易把旁边的字也擦掉。默认的模板种类很多，但是不能做到在一个笔记本里同时存在多种模板。如果中途选择为其他模板，那么这一整个笔记本的格式都会发生变化。笔记本的默认命名规则为模板加数字，所以每次都需要长按重命名。当然也可以导出，支持印象笔记和有道云笔记，也可以 WiFi 导出。手机扫码下载保存，再打印，嘿，我的笔记就从屏幕里蹦出来了。至于电子墨水屏普遍存在的刷新率问题，升级到最新的系统，并且在实验室中开启加速器模式，会略有好转。然而这个加速器模式一开，这个字就和长了毛一样。我还是关了吧，看着太难为眼睛了。因为除了作为一张纸之外， iReader Smart 还是一个大号的 Kindle。 PDF 导入需要先将文件导入到掌阅爱啪啪内，再点击 WiFi 传输，扫码导入。手机和 iReader Smart 得在同一局域网内，在 A5 大小的屏幕上显示 A4 大小的 PDF， 细腻程度还行，能看清楚字儿，但是看得费劲，踩个边吧。不行，还是费劲，干脆重排吧。这下好多了，重排也可以选择字体大小，看看稿子也是够用的。当然，扫描得来的 PDF 并不支持重排。点开书城，就是个黑白版掌阅爱啪啪。网络文学偏多，如果你想购买掌阅的其他电子阅读器，那么最好先下载掌阅爱啪啪，看一看它的书城资源是否符合你的胃口。点开一本书，哇塞，好大，好爽！突然就不想用 Kindle 看书了。这种和纸质书大小接近的墨水屏，看起来还是2个字，跟真的一样，仿佛真的在阅读纸质书。不仅仅是显示效果，从尺寸上也更接近。长按选词也可以查阅百度百科，不过也只能浏览百度百科。然而这个屏幕好像反光啊！夜晚开书看灯的时候，我总得找个角度，向外被反光亮瞎眼睛，向内没光又看不见屏幕。算了，我还是拿 Kindle 看书吧。等一下，如果这既是一个索尼，又是一个 Kindle， 那么 I have a Kindle, I have a 索尼，iReader Smart。
是的，当二者合二为一，我最期待的画面出现了。我终于可以在书上用笔写画画做批注了。这一刻，它不再是一个只能写字的白纸。这一刻，它不再是一个需要长按滑动标记的阅读器。这一刻，它进化了。那么它写字卡不卡呢？这个就比较有趣了。我总结了几个点。第一，可以写出笔锋，这支笔带有压感，因此书写时和真的一样，可以写出好看的笔锋。这一点简直吊打不带压感的索尼电子纸。配合带有磨砂质感的屏幕，甚至它还可以用来练字。第二，可以批注 PDF， 不管是原版 PDF 还是裁编之后的，都可以直接批注。然而只有黑、白、灰3种颜色，重排过后的 PDF 则无法批注。批注之后也可以连同原始 PDF 一同导出，但导出后的 PDF 只有黑白2色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导入的 PDF 是彩色的或者带有图片，那么经过 iReader Smart 这么一导入再导出，你就能体会到暗影蜘蛛侠玩魔方的感受了。第三，在电子书中可以根据笔记快速定位，笔记也可以导出到印象笔记或者有道云笔记。导出的同时也会将这一页一并导出，很棒。我是在问你，它写字卡不卡？这个卡还是不卡很邪性，有时候不卡，有时候卡，有时候只是一卡一卡的，有时候卡起来根本用不成，好奇怪。叔叔，你居然有个电暖器啊！是的，有一天我在体验电暖器的时候，终于发现了这个大别致的卡顿其实和温度有关系。书写卡烤一下，翻页卡烤一下，开机卡烤一下，稍微暖和一点之后根本就不卡。可是这也太非主流了吧？难道是知道我寒窗苦读，故意让我待在温暖的地方看书学习？掌阅 iReader Smart。Testway 给出主观综合评分5分，并不值得购买，除非你有一个电暖器给它加热，那也不值得购买。最初我只是想找到能够同时代替掉 Kindle 和索尼电子纸的产品。iReader Smart 其实很接近这个定位了，哪怕它电子书资源并没有亚马逊丰富， PDF 批注被索尼电子纸吊着打，可是它的书写体验好啊。当然你得有一个电暖器给它加热。可我3499元都花了，我为什么不去买一个 iPad 2018加一支 Apple Pencil 呢？因为2019年来了呀，这个冬天离不开电暖器的家伙，其实我一开始是很喜欢的，因为它是如此接近我心中最完美的那个电子纸产品。不用充电的笔，接近真实的书写感受，以及接近真实的阅读体验。如果掌阅的电子书资源再多一点，同一本笔记本支持插入多种模板，解决 bug 与偶尔的死机重启，并且最重要的是能够让这玩意儿在冬天离开电暖器，那么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地购买，因为我喜欢书写。可是我刚刚所说的每一个我希望它改进的点，恰好都是不推荐购买它的原因。不过它的出现以及3499元的价格，我突然就想起了被嫌弃的低配版 Surface Go， 我似乎突然就明白了它存在的意义。你老爸是不是爱吃牛肉？你二姨是不是爱吃辣的？你三叔是不是爱吃凤梨酥？你小侄子是不是爱吃饼干？不用愁， Testway 年货季都帮你准备好了，还有高达125%中奖率的大奖，回家过个好年。什么呀？淘宝搜索店铺 Testway 新寻宝，自己去看呢。
好，各位的亲爱的朋友，大家好！你们可以看到我们的上电视环节呢，又放到了后面，为什么？因为这样更好玩一些。今天是2019年的第一天，新年快乐！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里欢欢喜喜、快快乐乐、健康成长。好，一起来上电视。首先呢，要表扬一下这一位小朋友，因为他给咱们寄了一封信来。哇，这样的纸质的信，你们是不是很久没有见过呢？我迫不及待打开它，然后读阅起来。上面写着：“亲爱的 Testway 啊，不是这么说。” Testway 的哥哥姐姐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第一次给你们写信哦，我也是第一次读到这样的信。邮局寄过来的哟，你看还有这么多条，再投，好不容易到了我们的手上。然后总体的，他就是说他非常的喜欢我们，而且一直的支持我们。最后他有一个要求，就是想让我们把他的信上一下电视，来，电视上一下，这么工整的字迹还有谁，对不对？这位杨家双小朋友，谢谢你一直以来支持我们，非常非常的感谢。我也给你写了一封回信，希望你能够收到。欧阳俊祥说：“你们为什么要拿榨汁机安装后当灯用？”我念错了。欧阳俊祥说：“你们为什么要拿榨汁机安装后？你们为什么要拿榨汁机安装灯后当音响用？你难道不觉得一边开着氛围灯，还一边静音榨汁的感觉是很爽的吗？这是一个很好的 direction。”好，首先要感谢一下送我刀的人，然后去老实点儿伙人，晓不晓得？不然的话，嘿嘿嘿。上电视，这周二5个淘宝评论中奖的小伙伴名字在这里哈，直接进我们的 Testway 新寻宝淘宝店去找客服，叫他把小礼品送给你们。就一个事情，我们的年货季正在进行，有新的新春赠品，还有很多大奖等着你哈！赶紧进我们的 Testway 新寻宝看一看、瞧一瞧，谢谢大家的支持哦，嘿嘿。最后，淘宝评论上个电视啊，旺旺号叫 GEGEJIPO2说。箱子真的大，东西都不错，赠品也棒棒的，吃过都说好。老板该说的我都说了，现在该轮到你了。谢谢那位小伙伴买了我们的499套餐哈，祝你中到我们的大奖哈，嘿嘿嘿嘿嘿嘿。Testway， 帮你 try before you buy。